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大佬看到这个影片标题的时候，不要感到生气，因为我还没有讲完我要讲的东西，你们先听我讲完之后才生气 ，OK？ 看我讲的合不合理。那为什么我会突然做到这个影片呢？是因为我在前2天的时候刚好看到莉莉丝发布了这个东西，我才意识到，好像很少主播会去讨论这个前10名的排行榜了。当然，今天的影片并不是这么单调而已，就是我们还有讨论其他的东西啊，为什么玩家不在乎了？然后这边的排行榜的玩家，我会跟大家更新一下。其实这边的玩家名字呢，有一些是之前的旧账号而已。那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名字，或许你们不认得啦，像这个之前我有介绍过。然后这个是上个影片的那个玩家也是有介绍过，但是这个玩家是谁？他之前的账号是谁的账号？还有这个 Vincancy 这个又是谁的账号？所以今天主要的影片内容啊，就是讨论这些玩家的账号以前是谁的账号，还有就是讨论为什么没有人在乎这个击杀排行榜了。其实没有这么多玩家去讨论的原因也很简单啦，因为现在有各种的网站，有各种的数据之类的，我们可以去查看到哪一些玩家是排行在前10名，哪一些玩家是击杀最多的玩家，就好像在我现在官方的网站里面也是可以直接看到，基本上官方每个月都会更新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已经公开透明化之后，玩家就不会特别好奇说，到底谁是第一击杀，或者是前10击杀到底有谁？像之前这些信息不够公开不够透明的时候，就有一些主播会做这个内容，但是后面可能发现到做这个内容好像没有人要看了，没有人在乎了。首先第一个账号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这个其实就是之前 Fluffy Pony 的账号，这个也是在之前有详细的讲过了。那 Fluffy Pony 其实他才刚离开不久而已，是在2025年的12月的时候就换名字了，就是由这个玩家来接手。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上一次3308的表现啊，这个玩家确实是挺能打的，就是并没有比 Fluffy Pony 还要更弱的迹象，反而他表现的比 Fluffy Pony 还要更加夸张更加厉害，他也是目前单赛季击杀最高的玩家。第二个账号 Super Count 我也是在之前跟大家讲过，他这个账号之前就是 Coconing 的账号，那其实 Coconing 也是刚离开不久，也是在12月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凑巧这2个人都在12月离开呢？是什么大日子吗？还是说那年尾了我们要赶工作，所以就把这个账号给卖掉了，要回去工作这样子，不知道啦。但是可以看到 Super Count 他表现也算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像刚刚 Velo 这么夸张，但是他提升的击杀也算是挺多的。这里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记录，就是他在 KVK 里面击杀多少，他帮助多少，然后他战力提升多少等等，你们都可以查看，这里都是有一些信息的。下一个海登你们应该也认识啦，就是之前最高击杀的记录保持者，但是还是一样被打掉了就是他的记录没有保持很久了。然后俄罗斯父子的儿子在这里。然后下一个 Deva Mamba 这个是谁来的？根据我搜索到的资料呢，其实这个玩家就是之前 Osno 的账号，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记录。那其实 Osno 他那时候离开了之后，就把账号卖给 Ang， 然后 Ang 又把账号卖给 Black Mamba，Black Mamba 又把那个名字改成 Super Minion， 但是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不知道啦。后来又改成 Mega Minion， 然后移民了好几次，后面又变成Black Mamba， 然后又变成 Side Diva， 现在是 Diva Mamba， 反正变来变去啦。但是我觉得 Black Mamba 跟这个 Diva 应该是共用账号啦，他应该是把那个名字改成这样子而已啊，但实际上人还是同一个人啦。但是可以看到在安离开了之后，他那个账号就一直换来换去，可是可以看到继承者其实表现也是不错，我看过他们之前的数据也算是表现得很好，可以拿到很高的击杀，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仙福王国之间游走啦。那 BT 赛博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就是之前单赛季击杀纪录保持者，但是后来就被海登打掉了，然后海登又变成被维洛打掉了。反正这边最高单赛季击杀的人都有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啊，都是被打掉了。那第7名这个玩家是谁来的呢？我去搜索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到，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就是
Peacemaker 的账号，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记录。那 Peacemaker 他那时候弃坑之后，也是把账号卖给了安。那时候安继承了之后，也是拿到蛮多击杀的。但是安之后又换给其他的玩家去接手，然后他后面又讲要卖掉啊，用40K 卖掉，又卖给一些玩家，这个玩家又接手了。但是他中途也是有换名字啦，所以其实这边大多数的击杀呢，都是之前的玩家所打下的。因为我记得 Peacemaker 他在弃坑之前呢，就已经打下了100 billion 的击杀，然后剩下的21 billion 击杀就是其他玩家所打下来啦。虽然对于正常玩家来讲是很多了击杀的，就21 billion 嘛，但是对于这种大佬账号来讲，其实他这个21 billion 的提升不算很多，不算提升的很快了。再来 WoW Lion 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就是俄罗斯父子的爸爸，然后 Goldfish Kim 也是在之前介绍过，他是一个韩国的玩家来的，也是很厉害打架的。那阿玛阿 Z 就是我们的初代战神啊，没有想到他还在排行榜上面了，我还以为他已经被人家给顶下去了，已经不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了。那各位看了这个列表之后，可以发现到其实并不是每个玩家都是继承者，就是账号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就比方说这边第3名、第4名、第6名、第8、第9、第10，其实都是原本的玩家他们所在使用的账号。尤其是阿玛阿 Z 这个账号是特别久的账号，就是从一开始他在14、12时期的时候就已经用这个账号，直到现在没有停过，但是他还是可以依旧保持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呢，算是很厉害了。当然还有一些更加厉害的，就是俄罗斯父子，因为俄罗斯父子的账号是在整个排行榜里面所有的账号是最新的账号，就讲他们的账号 ID 呢是比起这里全部玩家还要更长的。所以如果是讲真正能打架的玩家，我个人是觉得说俄罗斯父子还是比起这些玩家更加厉害一点。一来就是他的那个财力是真的非常雄厚毕竟2个账号可以提升到30亿，也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啦。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的账号这么新的情况下，可以提升到这么高的质量，然后拿到这么高的击杀，实在是不简单。虽然他们这边的击杀距离第1名还是有一点差距啦，但是我相信给他们多1-2年的时间，可能都可以超越第1名也说不定。那现在我们就要讨论一下这个影片的标题，影片的重点了。那为什么玩家已经是不在乎这个击杀到底谁拿第1名，谁拿前10名了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些击杀不是由他们自己本人所获得的。什么意思？就讲他虽然是用他的账号去获得击杀，但实际上操控的人或许不是他们自己本人。那如果你是说在5年前或者是更久之前，你还会觉得说哦，这些账号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击杀都是由他们自己亲自在操控的，但是现在呢，你不会这么觉得。那他们可以拿到一个赛季好几百亿的击杀，其实更加多的可能是因为后面有好几个人在帮他们操控，帮他们去获得这么多的击杀。所以现在玩家不会以拿到这么高的击杀为荣的，除非是真的自己所获得这么高的击杀。如果是像这些玩家这样子，就是付费去获得击杀的话，其实已经是被玩家觉得说哦，不是他们自己本人，他们只是利用他们的财力去获得这么高的击杀而已。那当然有一些玩家听到这里就会觉得说，哈，你说一下有哪一些玩家以前是自己打可以拿到这么高击杀的？诶，你别说，还真的有人是可以拿到这么高击杀，而且是第1名击杀。这个人就是明总。要怎么知道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去他的 YouTube 那边看他是怎样打 KVK 的。而且我相信多数华人玩家也是从明总这边开始学到，诶，是要怎样去操控自己的部队啊，要怎样去累积怒气啊，要怎样用 iPad 来打架。而且明总虽然他有一些争议啦，就有一些玩家觉得说哦，他只是丢程式出去，然后接拿到这么高击杀而已，但重点还是这些都是他自己亲自操控的，而且他是有上班的情况下，他只是利用下班的时间去打架，拿到这么高的击杀而已。但他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打架，让他变成第1名击杀的玩家，是真的靠他自己的。另外就是豹哥跟亚老的账号，那亚老时期是因为刚好疫情啊，所以亚老比较多的时
时间可以自己亲自去玩。那包哥这个是真的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因为像他这种花很多钱的大佬，一般来讲呢是很少会自己去玩的。但是我自从跟960一起打 KVK 之后，才发现到几乎我每一次上 DC 的时候，包哥都会在，他都会亲自去带领啊，或者是去指挥自己去打架。他只有少数可能他自己要工作离开一下子，或者是要开会之类的去睡觉，他才会离开。但是他睡觉时间其实也很短而已，他就是可能睡了几个小时回来，他又再继续打 KVK， 并且这两个玩家都是有在排行榜上面的。还有一个要提的玩家就是 Cville， 虽然 Cville 他并没有在击杀前10，但是如果你们有去看他直播都知道，在之前呢都是亲力亲为去打的，就你基本上你上线看 YouTube 就会看到他还在打 KVK， 他一天打下来至少都是10几个小时起跳，甚至夸张的话可能一天就18个小时16个小时左右。但重点还是他自己也是有上班，然后也是要顾自己的家庭，然后又去打这个游戏，而且他不是只是拿击杀而已，他还有做集结啊，有时候去做住房等等。我觉得这些玩家才是大多数玩家他们觉得厉害或者是崇拜的玩家。那这些现在击杀很多的玩家呢，其实都被玩家挂上了一些标签，就是他们只会找代打，他们只是拿击杀而已，追求击杀而已，他们不在乎王国的生死之类的。但是这边还是要讲一下，他们这样子拿到更高的击杀，其实还是有一些作用的。主要的重点就是因为他们是用钱，用自己的加速资源去跟对方消耗，所以他们可以做到消耗这个动作。尽管可能他们有一些没有去做集结，有一些是没有去做住房也好，但是他们通过这个方式消耗对方，其实对王国来讲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就很像俄罗斯父子，他们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自己的兵力去耗损对方的兵力，所以就算对方人很多的情况下也好，他们去驻防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把对方的兵力给耗死，并且也可以确保这些账号都是24小时会在线啊。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找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直接去联络他们，或许他们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像是我看过 Velo 他在 KVK 表现的时候，如果需要他去开集结，其实他也是会用他自己账号去开。当然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他们可能可以威慑到自己的敌人啊，因为像敌人看到哇这些大佬这么厉害打架一直把我给推走，他们一上来就冲着我的面过来的话，我会感到害怕，他们可能会撤退之类。当然也是有一些负面的情况啦，就是因为他们击杀太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匹配之类的。还有就是真的有一些只是专注在打击杀而已，然后要他们去做其他东西，他们可能不会去做。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那句啦，其实多数玩家都不太认可就是他们自己本人获得的这些击杀，只能说他们这些在排行榜上面的玩家呢是真的很有钱这个也是事实啦，他们是真的有这么多的钱才可以拿到这么多的击杀，毕竟这些都是需要消耗的嘛。如果你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去消耗的话，其实也拿不到这么高的击杀。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击杀排行榜的一些东西啦，就包括玩家之前的账号是谁，然后之前有哪一些击杀真的很厉害的玩家，还有针对击杀的一些讨论等等。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在你们心目中觉得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击杀之王？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